你们不要再去换全新的总成了，有什么用？我这个是一个已经拆车了10来年的换挡机构，在我更换了整套的强化衬套之后，我想问一下它和全新的有什么区别？大众手动挡这个不好挂档的情况出现之后，你就第一时间去换这些衬套就行。更换起来每一款车型都是不一样的，有些车型呢它需要拆换挡机构的通道，也就是我们挂档的那一个通道，又有些车型呢是不需要，所以这个取决于您车上的这个空间大与小啊。首先给大家看一下，在没有安装强化衬套之前，我们的换挡机构处于一个框量大、间隙大的一个情况是什么？可以看到我的弹簧是全新的哈，它的这个开合角度是非常好。然后我们把衬套是吧取出来，把它再安装回去，然后再安装到我们的侧边底板这个部位强化衬套，我们也把它取了哈。想给大家看一下，在没有安装强化衬套的状态，它是什么样子的。往右边，往左，往右，来回的空旷，还会有异响。侧边的这些胶套彻底损坏没有了之后，你在换挡的过程中，它会吃掉你一部分的行程。你即使这个弹簧你换一根全新的，这里边没有衬套，是吧？它也起不到任何的作用了。你现在完全感受不到这个弹簧的力度，能明白我说吧？它仅仅就是放在了这里面，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。然后呢，这弹簧还来回的在里面跳。安装呢也是非常的简单，我们要把它对齐，是吧？把这个球在这个框里边推到一个正中心的一个位置，然后呢把衬套对齐，用手往里面压。接着再安装我们的侧边防脱卡扣，顺着这个边啊，一定要顺着这个边，否则的话卡不对，直接就给它掰烂了。槽位这里上下都是有预留槽的，可以很完美的卡到这里面，卡到上面之后，然后呢往下面去推，这样顺着。OK， 现在就是安装好。侧边这个部位安装更简单，但是你侧边这个部位螺丝容易滑丝啊。我们在拆它的时候有技巧呢，拆原厂这颗螺丝，把你的挡杆呢掰到最右边，也就是说像我这样子，把这个板提起来，掰到最右边，它会跟着动。这个时候你再去拆卸它，基本上这个方法可以非常的实用，就不会出现滑丝的情况。这个部位的衬套对于我们手感上面影响是非常大的。没有衬套的话，弹簧没有支撑，它会来回在里面去跳，会活动的。把它拆下来，把衬套呢再安装进去。OK， 这时候再安装对位，上螺丝。挡杆这里的话就不必多说了，倒档第一时间去检查这里，倒档不好挂的话，这里损坏之后会极有可能压下去之后往前面挂倒档，结果是一档，或者说挂一档，结果是倒档。之前已经有拍过一个很详细的视频，就是更换这两个衬套，对吧？一个在下面，一个在上面，然后呢中间架着一根弹簧，就 OK 了。手动挡你不好挂档，首先第一步去检查换挡机构，怎么去检查？把你的防尘套请拆开，撬开了之后，你就能看到换挡机构的一个面貌，是吧？我们从上面去观察这个部位的胶套是否完好，这个部位的胶套是否完好，以及说我们这个部位的胶套是否完好。再甚至的话，手球这里这个部位有间隙的话，会影响你的手感，不要去换挡机构。这东西我拿一个砖头都敲不烂的东西，它为什么会坏呢？你觉得哪里不好，哪里的损坏磨损特别大，你可以单独去更换。就这款啊，这一款的换挡机构每一个部位都可以单独去更换，是吧？换挡拉线的衬套原厂里面它也是胶套，我们都可以进行单独的去更换，以至于我们去看它的正面就是这样子，换完之后就是这样子。我们的防脱卡扣往上面一卡，对吧？我们的聚氨酯的衬套往里面一装，然后倒档部位上下衬套往里面一装，就能解决你不好挂档的一切问题。